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矣，寂灭为乐。这句古老的寄语道尽了世间万象的本质。但当我们谈及轮回，谈及解脱，一个根本性的疑问常常萦绕心头：如果佛陀说无我，那经历生死流转，承受业力果报的究竟是谁呢？这看似简单的问题，却如同一团迷雾，困扰着无数修行者。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追随佛陀座下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尊者的脚步，去探寻这个终极问题的答案，揭开那隐藏在无我背后的解脱密码。也许真正的解脱之道，就藏在我们最执着、最不愿放下的那个我之中。如果你也对生命的实相、对轮回的奥秘、对如何获得真正的安乐深感兴趣，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探索。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不错过我们后续对佛法智慧的深入探讨。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感觉，仿佛有一个我存在着。这个我像是一个永恒不变、独立自主的主体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穿梭。我们会说我喜欢，我讨厌，我想要，似乎这个我就是一切行为和感受的主宰。可仔细想想，这种我的感觉究竟从何而来呢？其实这种对我的执着就像一层厚厚的迷雾，蒙蔽了我们的双眼，让我们陷入无尽的烦恼与痛苦之中。贪、嗔、痴这三毒就如同恶魔一般，紧紧缠绕着我们。因为有了我们才会贪婪地追求物质的享受，嗔怒于不如意的事情，痴迷于虚幻的表象。世间的许多哲学或宗教也常常提及灵魂、真我等概念，认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之中。然而佛教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：无我。当我们谈及轮回和解脱时，无我的观点便引发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：如果没有我，那经历生死流转、承受业力果报的究竟是谁呢？又是谁在追求解脱、渴望涅槃呢？这就如同一个谜团，困扰着许多初学佛者乃至外道。想象一下，我们就像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船只，我执就像是沉重的锚，让我们无法自由地前行。我们在生死轮回的海洋中不断漂泊，被业力的波涛所左右，却始终找不到解脱的方向。这个问题就像是一颗种子，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，让我们对生命的实相产生了深深的疑问。也许我们一直都被这个虚幻的我所欺骗，我们以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，却忽略了身心现象的不断变化和相互依存。就像河流，看似是一条连续的水流，但实际上每一颗的水都在不断的更替。就像火焰，依赖新柴燃烧，念念生灭，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实体。我们的身心也是如此，由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五蕴组成，每一个蕴都在不断的变化，没有任何一蕴或五蕴的集合体能被称为永恒不变的我。这个千古之问，就像一座高耸的山峰，横亘在我们的修行之路上。而舍利弗尊者就如同一位智慧的向导，他将带领我们穿越迷雾，揭开无我背后的解脱密码。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，一同探寻这个困扰无数修行者的终极问题吧。在古印度的思想天空中，那是一片群星璀璨、百家争鸣的盛景。各种哲学思潮如汹涌的浪潮般相互激荡，不同的学说流派似繁茂的枝叶般竞相生长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哲学辩论就像一座熊熊燃烧的智慧熔炉，成为了人们探寻真理、明辨是非的重要途径。而在这智慧的舞台上，有一位光芒闪耀的人物，他就是舍利弗尊者。他是佛陀座下的上首弟子，以智慧第一的美誉闻名遐迩。他辩才犹如奔腾的江河，滔滔不绝且势不可挡，法义好似深邃的海洋，广博精深又耐人寻味。他常常代表僧团，勇敢地站在辩论的前沿，回应外道的种种劫难。一日，
有外道修行者听闻舍利弗尊者对无我之理的深刻见解，心中不服，便前来挑战。他们带着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目光，气势汹汹地找到了舍利弗尊者。这些外道修行者坚信存在一个永恒不变、独立自主的我，或者称之为灵魂，它是轮回的主体，是贯穿生死流转的核心。他们带着咄咄逼人的气势向舍利弗尊者发难：若如你们佛教所言无我，那经历生死轮回、承受业力果报的究竟是谁呢？没有这个我，轮回和解脱又从何谈起？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对自己观点的坚信不疑，仿佛这场辩论的胜利已然在握。面对外道修行者的质疑和挑战，舍利弗尊者神情镇定自若，眼神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他微微一笑，开始运用佛陀的教法，层层剖析，展开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反驳。首先，舍利弗尊者运用五蕴分析法，他温和而坚定地说道：我们的身心现象可以分为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五蕴，让我们逐一审视这五蕴。色蕴，也就是我们的身体，它就像一座不断变化的城池，从我们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，身体就在不断的生长、发育、衰老，每一个细胞都在经历着生灭变化，没有一刻是永恒不变的。受蕴是我们的感受，无论是快乐、痛苦还是平淡，都是转瞬即逝的。当我们品尝美食时，那愉悦的感受不会一直停留；当我们遭遇挫折时，痛苦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散。想蕴是我们的思想和观念，它们如同天空中的云朵，变幻无常。今天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想法，明天又会有新的念头产生，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思想可以称之为我。行蕴是我们的行为和意志，它们受到各种因缘条件的影响，不断的升起和消失。识蕴是我们的意识，它就像一面镜子，反映着外界的事物，但它本身也是刹那生灭的。舍利弗尊者引用相应部蕴相应中佛陀和他关于五蕴无我的开示，进一步强调，没有任何一蕴或者五蕴的集合体能够被称为永恒不变的我。就像一堆零散的积木，虽然它们组合在一起看似形成了一个物体，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永恒的实体存在。接着，舍利弗尊者阐述了缘起法义，他语重心长地解释道，一切身心现象皆是依条件而生灭，并非由一个内在的自我所操控或拥有。世间万物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，相互依存，相互影响。就拿一朵花来说，它的生长需要阳光、水分、土壤等各种条件，如果没有这些条件，花就无法生长。同样，我们的身心也是如此，它们是由各种因缘和合而成的。我们的思想、行为、感受等都是在特定的因缘条件下产生的，没有独立自存的实体。就像一场戏，演员们在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看似有各自的身份和故事，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。当戏结束时，一切都归于虚无。为了让外道修行者更好地理解无我之理，舍利弗尊者还运用了许多生动形象的比喻。他说，我们的身心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，河流看似一直存在，但实际上每一刻的水都不同，前一刻的水已经流走，后一刻的水又补充进来。同样，我们的身心也是相续不断的，但每一个瞬间都在发生变化，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。又像一团燃烧的火焰，它依赖新柴才能燃烧，当新柴烧尽时，火焰也就熄灭了。火焰的存在是依赖于外在的条件，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永恒的火焰实体。还有芭蕉树，当我们层层剥开它的外皮，会发现里面并没有一个坚实的内核。这就如同我们的身心，看似有一个我，但实际上只是各种因缘的聚合，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我存在。再比如一辆车，它是由众多的部件组成的，如车轮、车身、发动机等。当我们把这些部件拆开，就会发现
并没有一个独立的车性存在，车只是这些部件的组合，当部件分离时，车也就不存在了。在舍利弗尊者的层层剖析和生动比喻下，外道修行者们开始陷入了沉思，他们原本坚定的信念开始动摇，眼中的疑惑逐渐增多。舍利弗尊者继续说道，我们之所以会有我的感觉，是因为我们被无明所蒙蔽，执着于这些因缘和合的现象，就像我们在梦中会以为梦中的自己是真实存在的，但当我们醒来时，才发现那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。同样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被我执所束缚，陷入了烦恼和痛苦的深渊。只有当我们破除我执，认识到无我的真相，才能真正获得解脱。随着辩论的深入，外道修行者们的气势逐渐减弱，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观点的局限性，对舍利弗尊者的智慧和见解深感敬佩。最终，许多外道修行者被舍利弗尊者的言辞所打动，信服了无我之理，纷纷皈依了佛门，踏上了追求解脱的修行之路。舍利弗尊者用他的智慧和慈悲化解了外道修行者的疑惑，为他们开启了一扇通往真理的大门。在舍利弗尊者层层剖析之下，无我的智慧已逐渐清晰。但这无我究竟有着怎样的真实含义，又如何与轮回和解脱相契合呢？让我们一同深入探寻这解脱的密码。无我并非简单的否定生命现象的相续，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河流时刻在变就否定它的存在，它否定的是其中有恒常、独立、主宰性的实体。有人可能会误解，认为无我就是虚无主义，什么都不存在了，这其实是陷入了断见。也有人会觉得，是不是还有个隐藏的真我，这又落入了常见。而无我是契合缘起法则的中道实相，他既看到了现象的存在，又洞察到其背后并无一个永恒不变的我。彻悟无我，就如同找到了破除我执、断绝烦恼、止息轮回的根本。当我们不再执着于那个虚幻的我，烦恼便如同无根之木，自然难以滋生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开篇的问题，在无我的基础上，如何理解轮回和解脱呢？轮回就像那灯灯相传的火焰，前焰并非后焰，但又前后相续。业力和心识之流在缘起法则下不断流转，形成了看似连续的生命现象。每一世的我们，就如同火焰在不同时刻的形态，虽有变化，却又有因果关联。而解脱，则是彻底熄灭驱动轮回的无明与可爱。这并非是某个我的消失或永存，而是业流的止息。就像火焰没有了新柴的供养，自然熄灭。当我们不再被无明所蒙蔽，不再被可爱的火焰燃烧，轮回的业流也就停止了。我们不再在生死的苦海中沉浮，而是回归到那宁静解脱的境界。舍利弗尊者的智慧让我们看到了无我这扇涅槃之门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因为执着于我而陷入各种烦恼和争执。比如，我们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生气，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人争斗。但当我们明白我不过是因缘和合的暂时现象，就会发现这些烦恼和争执是多么的无谓。放下对我的执念，我们才能在无常变化中体悟缘起性空的实相，获得真正的解脱和安宁。朋友们，不妨回观自身，想想生活中的哪些烦恼、哪些争执是源于那个坚固的我执呢？舍利弗尊者的教诲不仅是1000年前的哲理，更是我们此刻获得内心安宁的钥匙。让我们一起在佛法的智慧海洋中深入领悟无我的智慧，共同走向解脱之路。舍利弗尊者的智慧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无我这条通往解脱的核心路径。我们从对外道诘问的困惑，到跟随尊者层层剖析五蕴缘起，最终明了我不过是因缘和合的暂时现象，执着于它便是痛苦的根源。真正的解脱并非寻找一个永恒的我，而是放下对我的执念，
在无常变化中体悟缘起性空的实相。朋友们，回观自身，我们生活中的诸多烦恼、争执，哪一个不是源于那个坚固的我执呢？舍利弗尊者的教诲，不仅是1000年前的哲理，更是我们此刻获得内心安宁的钥匙。想象一下，当我们放下我执，就如同放下了沉重的包袱，身心将变得轻盈自在，生活也会充满更多的祥和与喜乐。您是如何理解无我的智慧？在日常生活中，您觉得最难破除的我执又是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思考、疑问或体悟，让我们一起交流，共同在佛法的智慧海洋中成长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